这种东西最坏的地方就在于它专门骗普通消费者、骗小白、骗老人。8位插孔，4个 USB 口，线看着很粗，用户以为捡到便宜，实际买回去是一堆看不见的安全风险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种东西我一直觉得是最该避坑的。一个仅卖9块9，还带充电功能的排插，它表面上卖的是方便，实际考验的却是最底层的安全。因为排插这类产品天然就站在火灾和电击的风险最前线，它直接接220伏市电，长期插在家里、桌面、床头，一旦内部在保护设计、绝缘隔离、阻燃材料、接地和焊接质量上出现问题，最后承担后果的不是厂家，而是用户自己。所以这一期咱们把它拉上台，先测性能，再做拆解，看看这个仅卖9块9的产品省下来的到底是成本还是安全余量。说实话啊，这个做工和外观真的是不敢恭维啊，一言难尽。空荡荡的感觉，线材也是一抠就是一个印子。插头端同样的是啊，这个塑料简直是。这里有4个充电口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4个充电口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通电以后也没有任何的指示灯，就这里有一个开关按钮，应该是开了的啊。这是2个 A 口测出来的协议情况啊，就一个 DCP，2个 C 口检测的话是没有任何协议的，我估计也是一个 DCP 的基础协议啊。果然没有错啊，插上充电宝充电 C 口也就是 4.5 瓦，而且这些充电口还不能同时用，另外一个充电口就直接关闭了。2个 C 口同时用5瓦功率，一个一半；2个 A 口同时用，只有一个有4点几瓦的功率。上负载来进行拉载，最高只能拉 0.9 安，上到1安电流，立马降电压，变成 3.4 瓦。直接测试它基础功率的文波，最高文波可以达到 272.7 毫伏，平均文波260毫伏。另外一个 C 口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57.8 毫伏，平均文波248毫伏。测试 A 口的文波316.5 毫伏，平均文波294毫伏，这个已经严重超了国标了。另外一个 A 口的文波297.3 毫伏，平均文波283毫伏，全部都是超标的状态。5伏的基础功率是最好压文波的，连基础功率文波都压不下去，可见内部的电路有多么的糟糕。前面的测试主要是围绕这几个充电口来的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让它实际用家电来负载啊，看整个排插它的发热情况，这就是检验它到底安不安全的一个重要测试。测试工具：一个倒计时表，一个交流功率计，一台2档暖风机，后面还有一台电吹风加进来。首先是第一轮，我们先用暖风机1档进行测试，功率大约在1200瓦左右，已经接近很多家庭取暖设备的实际使用状态了。连续负载半个小时之后，我测到电源线的温度是 38.7 摄氏度，排插表面温度 38.8 摄氏度。但第二轮测试完全就不一样了啊！我把暖风机开到第2档，同时再接入一台电吹风，总功率直接来到2600瓦左右，非常接近普通10安排插的极限使用边界。所以这一步主要就是看它的交流通路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余量。结果功率刚刚开启，电源线温度就直接冲到56摄氏度，这个时候线材已经明显发热了。继续负载到15分钟之后，再次测温，电源线已经来到82摄氏度，排插表面也是53摄氏度了。已经不是普通的温热，而是非常烫手了。这里最关键的，旁边还有一个正规品牌的排插，同样的环境下，这个排插的电源线温度也就38摄氏度左右。我当时也没有继续硬撑，马上断电拔掉，再测排插内部的温度，内部已经接近70摄氏度。这个9块9的排插，该测的都已经测了啊，4个充电口，只有5瓦功率，这个排插2600瓦的功率，直接可以把这个线烧到80多度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拆开看一下内部的用料的情况。卸掉背板上面的螺丝，这个挂孔这里是通的，如果漏水的话就会直接漏到内部的电路上面来。这是内部的结构，非常的简陋啊。这就是 DC 部分，做工是非常的简陋。交流进线是2根线，没有所谓的地线，这上面这个地线只是个摆设。卸掉内部所有的螺丝啊，这个并不是过载开关，而是一个接触式的按钮。内部的铜排都是螺丝压住的，这种如果出现接触不良的话，发热会很严重的。铜排非常的单薄，这块 PCB 接线也是压上去的，连个焊锡都舍不得。三角插座的地线座子全是铁的，这些铜排的厚度都只有 0.2 毫米，
材质的话没有问题，全部都是黄铜的，但是太薄了啊，简直是省到不能再省了。外皮非常的脆弱啊，不需要用很大的力，直接就可以把它撕开，直接手撕，脆的。内部的线性外皮同样的是非常的劣质啊，指甲轻轻一下就可以把它剥开了，这都是铝线啊，难怪这个发热这么严重。插头全都是铝制的，地线是没有的。为了让线材显得粗壮一点，里面还有空管子。外皮阻燃效果很一般，是可以燃烧的啊。内部也是可以燃烧的塑料，并不是阻燃材料，而且烧起来非常非常的臭。兄弟们，拆开过后，这台9.9块8位排插的底子已经彻底的露出来了啊。先看 USB 部分，外面2C 2A 4个接口，实测总功率只有5瓦。拆开以后也对上了一颗 MB10F 的贴片整流桥，一颗 MT3713的小功率原编反馈芯片，几颗5米小电容，一个绕组细的离谱的小变压器，就敢撑起所谓的4口充电。更关键的是，输入端连独立的保险丝都没有看到，安规外电容也是无名的小体积元件，这些关系到高低压隔离。不该这样来糊弄用户啊！这简直就是拿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在开玩笑。再看交流通路，问题更狠。电源线外观看着还行，剥开以后内部只有零火线，中间还塞了空管，把线材撑得更粗。没有地线，插头还是铝制的，内部的导电条只有 0.2 毫米厚度，2毫米宽度。这个截面级和导电能力拿来跑2000瓦级的负载，发热烧糊了都不足为奇啊！更离谱的是，电源线外皮不阻燃，插板的外壳也不阻燃，线材发热，铜条发热，开关触点发热，再碰上不阻燃的材料，这种组合放在家里长期用，真的让人后背发凉。这台排插最吓人的地方就是它外观看着功能很多，8位插孔，4个 USB 口，价格只要9.9块。你以为它很便宜，实际它的物料成本不超过5块钱。视频到最后，这台9.9块8位排插，我只能说这东西还能公开卖，本身就已经够魔幻。4个 USB 口，看着很像，充电功能很全，实测功率只有5瓦，文波还超过200毫伏的国标。里面就是一块连安全都谈不上的小电源板，在硬撑排面，一旦隔离、外电容或者变压器绝缘出问题，低压 USB 侧就可能被带上220伏失电的风险。这个后果场景大家自行脑补吧。交流部分更离谱，同包铝的线没有地线，铝制的插头外皮外壳连阻燃都没有，这哪里是在做排插，这是把安全底线拆成零件，一件一件的往外扔。反正出了事，用户自己承担，商家换个链接继续卖。这种东西最坏的地方就在于它专门骗普通消费者，骗小白，骗老人。8位插孔，4个 USB 口，线看着很粗，用户以为捡到便宜，实际买回去是一堆看不见的安全风险。最后我给出我的车彩点评，这种9.9块超低价多孔排插，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便宜，而是它会伪装成够用。别看它外面插孔多，接口多，线看着粗，真正该有的安全余量却被省得干干净净。排插接的是市电，带的是咱们家的家电，别为了省几块钱，把安全风险带进自己的家里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仔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